众所周知，俄罗斯被人们称作战斗民族，因为许多俄罗斯人会把熊当宠物养。虽然这件事情听起来有点骇人听闻，而且他们不止养熊，许多凶猛的动物他们都敢把它放在家里圈养起来。就像这家人一样，他的家里就养了2只老虎，而且老虎还把家里的猫咪当成自己的母亲，这让人非常好奇，故事是怎样的？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这天，男主人带一家人到野外露营，在离他们扎营不远处的草丛里发现了2只小老虎。刚开始他以为他们的父母就在周围，就走开了。没想到第2天，男子再次路过这里的时候，2只小老虎还在这个草堆里，而且因为饥饿，所以一直在叫，还不见他们的父母。不知他们的父母是不是被猎人捉走了？看着可怜兮兮的小老虎，男子心有不忍，就把它们抱回了家里。正好家里还有1只猫咪刚刚生产，所以主人决定将2只小老虎交给猫咪喂养。虽然觉得不太现实，但还是抱着试一试的心理。他将小老虎抱进猫窝，饿极了的小老虎一看见猫咪就凑上去喝奶。令男子惊讶的是，猫咪并不反感这2个可怜的小东西。由于猫咪刚刚产子不久，有足够的奶水给它们吃，2只小老虎就像猫咪的亲生子女一样，心安理得地吮猫咪的乳汁。于是家里的猫咪成为了2只小老虎的新妈妈。从这以后，小老虎就和他们的新妈妈一直生活在了一起，就像亲生母亲那样。他们还和小猫宝宝打成一片，小猫咪们还将它们当成自己的兄弟姐妹。2只小老虎经常在客厅间与猫咪和猫宝宝们玩耍嬉戏，玩得不亦乐乎，就像真正的一家人一样。男子看着他们，心里十分高兴，这样的结果是他始料未及的。自从这2只小老虎来到这个家，家里就变得热闹非凡。2只小老虎不仅和猫咪们打成了一片，还与家里的狗子一起玩耍嬉戏。他们经常一起 PK， 把家里弄得乌烟瘴气，火药味十足。男子也管不了，谁叫自己养的，再苦也要承受着。因为小老虎胜负欲非常高，所以总爱打架。男子总爱看到客厅里的一幕，几只小家伙几乎每天都在客厅里打架，男子哭笑不得。每次他都要收拾好久，因为他们总爱要分出胜负才罢休。但好在只要他一出声音阻止他们便乖乖地停了下来，向你摇尾巴撒娇。这次可以安静一会儿。不过安静的时间非常少，因为没过多久，新一轮的较量又开始了。因为小老虎已经渐渐长大，可以吃一些主人给的食物了，不用处处需要乳汁了，所以猫咪不让它们吃奶了。但每次它们便撒泼打滚地缠着猫咪，硬要缠到吃到奶为止。猫咪有时候也很无奈，看着它们一副无可奈何的模样。也许有时候猫咪也很委屈，明明不是自己的亲生子女，却要像母亲一样照顾它们，陪它们玩耍，自己都快成为虎妈妈。不过好在它还算有耐心，可以接受2个小家伙，而且认真地照顾它们。这个大家庭非常热闹，即使有时候总是鸡飞狗跳的，但好在还算和谐有爱。渐渐的，小老虎越长越大，慢慢强壮起来。它们从2只可怜兮兮的小老虎变成了2只强壮的老虎。刚从野外带回来时，它们还不能自由行走，现在它们已经开始在家里的各个角落里自由走动了。它们爬楼梯、翻茶几，有时还在小孩子面前晃悠，似乎要与小孩比赛爬楼梯呢。有时候它们非常乖，会像其他小动物一样趴在主人身边看电视，和其他小动物紧紧依偎着，非常和谐。但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随着时间的推移，2只老虎越来越大，而且渐渐也有了老虎该有的野性，而且非常危险。主人决定将它们送到动物园里喂养。因为猫咪将2个小家伙当成自己的孩子，所以非常不舍，为此还不吃不喝好久。自从2个小家伙离开后，家里冷清了不少，家里没那么凌乱了，但也没有那么快乐了。所有人都非常思念老虎，特别是猫咪，所以主人决定将孩子们带去和老虎见一见。他们来到老虎所在的动物园里，看到他们的老虎非常激动，特别是猫咪非常高兴，隔着玻璃一直观望着它的2个孩子。即使2个家伙的体积比猫咪大上许多，但他们在母亲面前永远是孩子。他们对着玻璃朝着猫咪撒泼打滚，这场面让动物园的工作人员看见非常感动，于是决定让猫咪零距离接触老虎，
一看到猫咪以后，老虎们就扑了上来，但它们都是小心翼翼的，生怕伤害它们的妈妈。猫咪就像以前一样给它们舔身体、整理毛发。2只老虎非常乖巧地躺着，任由猫咪清理。可它们的体积比猫咪大上许多，所以猫咪替它们梳理毛发显得有些吃力。但它并没有因此不耐烦，而且认真地完成母亲的责任。或许这就是母爱的伟大吧。猫咪真的非常善良，作为一个母亲，值得我们爱护和尊重。这个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但这样感动的故事还有千千万。接下来这2个故事也非常感动，让我们来了解了解。主人家就是在一个小小的小山村之中，而家里总是会在家里养几只鸡，一方面是可以平时提供鸡蛋，而另外一面则是到了有客人或者逢年过节的时候提供食材。当然，猫咪也是每家每户都会养，但一般的猫咪和家里养的鸡要么水火不容，或者是老死不相往来的那种。可你敢相信猫咪居然会收养小鸡吗？这2只小鸡刚被孵化，母亲因为家里来了客人被宰了，所以2只小鸡就失去了妈妈，没人带领它们。主人也是属于放任的状态，可家里的猫咪却对2个小家伙起了兴趣，还亲自带领它们。本来小鸡也没有母亲，所以主人就随它们去了。就这样，猫咪成功收养了这2只弱小、无助又可怜的小鸡。平时猫咪就喜欢随时带着小鸡，而小鸡也特别喜欢黏着猫咪。大概是知道猫咪不会伤害自己吧，反正小鸡就窝在猫咪的身边，汲取猫咪的温度来保持自己的体温。就这样，本来可能无法生存下去的小鸡，却在猫咪的身边生活得很好。而主人看着主动将自己猫粮让出来的猫咪，也只好给小鸡也准备了食物。随着时间的推移，小鸡在猫咪的保护下非常安全。因为农村很多狗狗、猫猫，它们饿的时候都会去咬一些家禽。如果没有猫咪的保护，可能小鸡们会和可怜的小动物们一个下场。但好在，小鸡在猫咪的保护下非常安全地长大了。过了好几个月后，本来软绵绵的小鸡，却变成了现在的帅气大公鸡。公鸡每日还是喜欢站在猫咪的身上，但是猫咪的脸上却充满了不爽。它不再像以前那样友善，它有些嫌弃长大的小鸡，经常驱赶它们。公鸡也很伤心，因为自己的妈妈不要自己看了，只因为它长大了。这让主人觉得非常好笑，但又没有办法。猫咪和小鸡之间的情谊，其实在很大程度上都表现了猫咪想要照顾弱小的本性，所以当小鸡长大后才会被猫咪嫌弃。但好在小鸡们安全地长大，不管结果如何，我们都为猫咪的伟大点个赞。希望往后猫咪能够接受长大的公鸡，而且和它们一直快乐地生活下去。目睹非凡的动物友谊总是一种迷人的体验，因此当一只猩猩意外地抓住了一只微小的小虎崽时，旁观者都惊呆了，很难理解这一令人惊叹的事件的转折。猩猩通常被视为大猿类的温和巨人，它们以它们宁静和养育的态度吸引我们。它们的镇定和关怀性格使它们看起来几乎像人类一样，特别是近距离观察时，它们庞大的体型和类似人类的行为更是令人称奇。猩猩通常独自生活，会外出寻找森林地面上的水果和坚果，然后在夜晚寻找树的庇护处。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些非凡的生物目前正面临在其天然栖息地中的濒危问题，因此已经启动了各种保护行动，以增加这些动物的种群。在这项保护努力中，一个重要的机构是著名的20公顷野生动物保护区，即位于美国南卡罗来纳州莫特尔比奇的极度濒危和珍稀物种研究所，也被称为老虎之家。这个保护区在猩猩保护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其创始人凯文·安特尔是保护区和稀有物种基金背后的幕后推手。这个基层组织在全球范围内支持野生动物保护项目，进一步放大了他们的努力的影响。在博士照料下的珍贵物种中，猩猩和老虎占据着特殊的地位，吸引了积极的保护计划，以保护它们的存在。
无论是猩猩还是老虎，都是地球上最受威胁的物种之一，因为它们失去了栖息地，遭受了持续的偷猎。不幸的是，它们成为非法宠物交易的受害者，甚至更加险恶的动机。当涉及到展示它们的视频时，这两种壮丽的物种引起了全球的关注。老虎的保护冒险欢迎了一只急需新家和关爱的幼年猩猩，但令人悲伤的是，这只猩猩失去了母亲，是无情的偷猎者害死了它。最初，这只年幼的灵长类动物对陌生的环境感到不知所措和担忧，与它曾经称之为家的茂密丛林形成了鲜明对比。这个转变对猩猩来说是具有挑战性的，因为它沉入了绝望之中，失去了食欲，几乎不吃不喝，整天都蜷缩在围栏的一个角落里。猩猩渴望母亲，渴望它以前生活的熟悉节奏，然而由于年幼和脆弱，它缺乏在野外独立生存的手段，因此这只年幼的猩猩别无选择，只能在这个新环境中寻求庇护。这只可悲的猩猩的视线触动了那些观察它的人的心弦，凸显出它所经历的巨大的悲伤和渴望。博士决心提振猩猩的精神，但他所做的一切努力似乎都徒劳无功。这只猩猩对寻找快乐或探索新家的兴趣似乎完全不在，它几乎像是在等待一个事件，这个事件会将它从冒险和陌生的环境中带走。尽管博士不懈努力给猩猩带来快乐，但他找不到解决办法，这使他感到沮丧和无助，因为他的想法都没有产生积极的结果。与此同时，一个温馨的景象在相邻的围栏中展现，3只可爱的小老虎崭露头角。然而它们的母亲在分娩后不久却残忍地拒绝了它们，因此在动物园里，抚养这些小老虎的责任完全落在了饲养员身上。他们辛勤地守卫它们，用富含必需营养的专用奶粉来喂养它们。这个过程一直持续到幼虎能够食用固体食物并独立照顾自己的阶段。然而，由于它们独特的成长经历，很明显这些幼虎将永远无法返回自然栖息地。它们对人类的严重依赖和广泛互动，使得将它们重新引入其自然栖息地变得不安全。在抚养这些幼虎的过程中，发生了一件非凡的事件。就在邻近的围栏中，雄性猩猩成为了一位热心的观察者，紧紧关注着饲养员们用奶粉哺育这些幼虎。令人惊讶的是，与其他任何事情不同，这项特殊的活动似乎牢牢吸引了猩猩的注意力，使它连续数段时间都专注于观察。每次幼虎幼崽们必须返回围栏时，猩猩的态度都会明显表现出一种忧郁感，好像它深深地怀念它们的存在。一天，当幼虎幼崽们稍微长大一些，被允许在室外区域探索时，它们因好奇而走向了雄性猩猩。在那个卓越的时刻，一些真正惊人的事情发生了。猩猩意外地抓住了小小的老虎幼崽，并温柔地拥抱着它。猩猩表现出了一种异乎寻常的理解，确保不会施加太大的压力，以免伤害这只脆弱的幼崽，而是用恰到好处的温暖拥抱着它。起初，老虎幼崽对这次不同寻常的相遇感到困惑，但它很快放松下来，欢迎猩猩所提供的爱抚。从那时起，猩猩和老虎幼崽之间的纽带变得几乎不可分割。猩猩在拥抱老虎时找到了极大的快乐，进行了有趣的互动，甚至用奶瓶喂养它们。这是一个令人惊叹的场面，让观众感到敬畏，是跨物种联系的非凡展示。幼虎的存在在猩猩的情感状态中起到了改变作用，使它走出了以前的忧郁状态，直到这些幼虎长大到无法手工喂养的程度。
雄性猩猩欣然承担起他们的代理父母角色，展现出卓越的关怀和爱护。令人惊讶的是，野生动物园中的一名熟练饲养员捕捉到了这两种物种之间的许多温馨时刻之一，并用摄像机记录了下来，为大家保留了宝贵的记忆。这段视频捕捉到了一个猩猩和一群年幼的老虎幼崽亲切拥抱和玩耍的温馨场景，其中猩猩甚至试图对一只老虎幼崽的肚子吹风。视频还展示了猩猩在喂养一只幼虎幼崽时的喜悦，以回报幼虎对关注和食物的幸福。视频中的旁白告诉我们，猩猩极其享受与这些小老虎在一起的时光，几乎每天都会与它们进行有趣的互动。最终，所有的老虎幼崽都长大了，并被移到了它们的围栏中，希望它们能够为增加它们的种群数量做出贡献。至于猩猩，它继续在野生动物园里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并最终安顿在了它的新家中。你如何看待这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故事？丛林之王的老虎拥有严格的领地意识，因其王者地位而孤高存在，基本上是一个个独行，各自拥有自己的领地。即使是同族，也难以共存。那么老虎能与其他动物一起成长吗？请欣赏狗和虎跨越死亡界限的温馨故事。动物园的救援犬毛菇，它所在的动物园的动物基本上都是从野外救援回来的。与其说是动物园，不如说它更像一个人人都可以参观的动物收容所。毛菇的工作是帮助照顾被救援的幼崽动物。虽然只是一只狗，但作为保育员的工作表现出色。动物园的许多动物似乎都曾经受过毛菇的推挤。有一天，工作人员从森林中带回了一位特殊的客人，那是一个被遗弃的小老虎崽。工作人员把幼崽老虎交给了毛菇照顾。当毛菇看到这个小幼崽时，他非常好奇。尽管他以前照顾过许多动物，如猫和其他动物，甚至大山猫和豹子等，但这是他第一次照顾未来的丛林之王老虎。然而，毛菇非常有能力，他很快就与这只幼崽老虎成为了朋友。这只老虎也开始非常信任毛菇。大约1个月后，幼崽总是在毛菇周围游荡，爬上它的身体。毛菇也容许了幼崽虎的亲近行为，有时还会亲吻小虎。虎展示了它柔软的肚子，完全信任着面前的毛菇。毛菇也欣然接受了这只小虎。2个月后，幼崽对毛菇的亲近变得更加明显，有时候幼崽会爬到毛菇的背上。然而，随着虎幼崽逐渐长大，它开始对毛菇的亲近行为感到厌烦，有时甚至躲开。然而，当我不注意或躺下休息时，幼崽会再次爬上毛菇的身体。显然，这只幼崽能感受到毛菇的温暖，而随着它的成长，它停止了对毛菇的身体的攀爬。然而，虎幼崽并没有离开毛菇太远，它仍然整天都待在狗的附近，亲近地蹭来蹭去。毛菇睡觉时，虎幼崽也会躺在它旁边一起睡觉。当然，随着虎幼崽的长大，它再也不能如此与毛菇玩耍了。成年虎的体长可以达到3米，体重甚至达到300千克，因此即使是小型的雌虎，也轻易超过100千克。大约6个月后，虎幼崽会比毛菇更大。目前，这只虎已经长出锐利的爪子，如果它攀爬到毛菇身上，可能会导致问题。因此，工作人员不得不将虎幼崽和毛菇分开。但虎幼崽仍然经常与毛菇一起出去玩。每天下午，工作人员会带着毛菇和虎幼崽出去玩耍。即使在行走的路上，虎幼崽也会亲近毛菇，有时会蹭，有时会轻轻咬。
一旦解开绳子，虎幼崽就会跳过来，两者会一起追逐玩耍。玩累了，他们会一起躺在草地上，虎幼崽会轻轻拍打蘑菇的毛，有时会抱着它。对于虎幼崽来说，这可能是最幸福的时刻。之后，蘑菇和虎幼崽成为了动物园的吉祥物，许多人前来观赏它们亲密无间的姿态。幸好有了这2只亲密无间的动物，动物园的知名度也提高了，发展得更好了。动物们比人类更为简单，对待那些关心它们的人会很快产生依赖和友好。对于那些善良的人，他们会百倍的回报。我们也可以从动物身上学到很多，通过珍惜彼此，共创和平与平等的未来。正在舔着狮子身体的是白色虎。这2只凶猛的动物为什么在佛罗里达州的动物园这么要好呢？这里有2只非常特别的动物，非洲狮卡梅隆和白虎萨布。这2只动物看起来很凶猛，但它们非常珍惜彼此，相处得非常和谐。卡梅隆和萨布从小就过着非常不幸的生活，被虐待在马戏团中，每天都要表演，生活在非常苛刻的环境中，失去了作为动物本应有的幸福生活。幸运的是，佛罗里达的动物保护组织找到了他们，救助了他们，并带回了当地的受保护的动物园。现在的卡梅隆和萨布在动物园过上了幸福的生活，他们珍惜着通过努力获得的生活，或许也是由于以前的痛苦经历，使他们看似凶猛，但他们非常珍惜对方，不仅是存在，而且彼此之间并没有发生争吵，而是互相承认并相互帮助。他们会追逐彼此，进行挑战，相互梳理毛发，每天都和睦相处。他们会互相撒娇，被撒娇，有时候只是悠闲地躺着，表达着想要互相陪伴的心情。因为他们一直一起成长，所以不同种类的他们之间关系非常好。对于这2只动物来说，一起生活是理所当然的。他们会一起侧卧，相互舔舐，温柔地安抚卡梅隆反复发出的远吠声，卡梅隆则愉快地接受这种舔舐。这2只动物就像夫妻一样，他们微笑的模样让人感到温馨。有人可能担心在白虎和狮子之间会有后代诞生，但这个动物园的目的不是这样的。他们保护处于困境中的动物，因此不必担心这种情况。尽管人们认为在野外它们是无法共存的，比如狮子和老虎，但从小一起克服困难，他们能够成为这么好的朋友，这是令人感动的。他们之间的友谊给许多人带来了温暖和感动，激发了对动物保护问题的关注。尽管有些人仍然将动物视为仅用于谋取利益的工具，而不考虑动物所受的痛苦，但是人类作为高度智慧的生物，应该珍爱动物，尊重自然。猫本来是独居的动物，但它们也能够和平相处。考虑到这一点，确实和平而没有战争的世界是最好的。即使是作为狮子，尽管它们属于完全不同的物种，它们也能够和谐相处。如果人类之间也能像这样简单的相处，那将是更好的。感谢您一直观看到最后，欢迎随时评论。如果您愿意，也请订阅并点赞我的频道，谢谢。那么在下一个视频中再见。提到狮子和老虎，它们在动物界给人留下了非常强烈的印象。能够想象到这2种动物和睦相处的情景，实在是不容易。即便是同属于猫科动物，它们的居住地、生活方式和性格都有很大的不同。然而，在美国乔治亚州的一个动物保护地区，我们看到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罕见画面：狮子利巴蒂和虎莉莉的友谊。这段视频令人钦佩，
展示了他们互相帮助、共同生活的场景，以及工作人员在心理上对这些动物进行关怀所做出的努力。在自然界和动物王国中发生的引人入胜、和谐亲密的画面中，狮子利巴蒂和虎莉莉的亲密友情彰显着动物之间真挚的爱。这两位动物可以说是动物界最强的代表，它们不仅和平相处，而且在同一空间中共同度过而不发生争吵，这确实令人惊叹。在这个私人设施中，你甚至可以看到他们一同拍摄纪念照。狮子利巴蒂曾被商业用途购买，但在到达保护地区后，它得到了安全的环境，而不是继续被商业利用。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这个地区除了利巴蒂之外，并没有其他狮子。狮子通常是群体生活的，但在这里没有其他的同类。当地的工作人员艾丽森提到，由于狮子通常以13头左右的群体生活，与群体的互动对于狮子的成长和健康有着重大的影响。他说，当狮子利巴蒂来到保护地区时，他对玩具等没有表现出兴趣。然而，利巴蒂在这个保护地区过上幸福生活的关键在于，他需要有朋友和他一起共度时光。因此，作为朋友的候选人选择了隔壁的虎莉莉。尽管他们被围栏分隔，但这两只动物可以看到对方，也可以感受到对方的气味，因此他们逐渐适应了对方的存在。然而，即使两者展现了友好的行为，将食肉动物狮子和老虎放置在同一空间中仍然需要谨慎。幸运的是，在这个保护地区之前已经成功地让3种不同种类的食肉动物一起生活，这使得这次的安排有了成功的潜力。15年前，李是非法被饲养在毒贩的家里，巴卢是一只虎，而3号则是一只被关在罐头里的动物。这3只动物后来被带到了这个保护地区。当时的工作人员决定不分离3号，而是让他们在同一空间中共同生活。这个罕见的3人组当时甚至成为了网络上的话题。他们不介意彼此外表的不同，各自学会了交流的方式，这让人感到惊讶。遗憾的是，目前只有巴卢还活着，但从他的存在中，工作人员学到了在同一动物园中培养友谊是可能的。有了这样的经验，艾丽森和他的团队决定打开李和莉莉之间的围栏。虽然最初有一些紧张，担心可能会发生危险的情况，但幸运的是，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李和莉莉也因为围栏的消失而变得非常幸福。然而，一切都不总是一帆风顺。当到了吃饭的时候，李会变得有点贪婪。李是狮子，通常是在群体中抢夺猎物，而莉莉是独自狩猎并独自享受食物的虎，这导致他们在用餐礼仪上存在一些差异。他们对不同事物的兴趣和成长过程中的年龄差异表现出来。他们虽然是不同的2等动物，所以并不是整天都在一起，但超越1周的友情对他们来说显然变得无可替代。看起来他们能够在未来一直和睦相处。有了新朋友，毫无疑问李变得更加幸福和更加健康。莉莉对李来说就像是一个重要的家庭成员，即便只有一个。虽然在自然界中，狮子和老虎之间的友谊是不可思议的，但看到这2只看似亲密的动物，我们感觉并不奇怪，反而像是在看一个顽皮的妹妹和一个慈祥的姐姐之间的关系。希望他们能够一直友好相处，幸福快乐。感谢大家观看到最后，欢迎留下评论。如果您愿意，请订阅我的频道并点赞，谢谢。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